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收看频道。今天总结一下我近2年用到所有的散粉、蜜粉、定妆粉，一共有17个产品，所以我会把它们分成3类，一类是透明定妆类，一类是修色滤镜的，就像易大饼那种，然后第3类呢是磨皮柔焦有色粉饼，有一些踩雷，也有很好用的，而且我会帮你们算清楚每10克到底多少钱。哪些没有香味，哪些没有 talc， 没有滑石粉，像敏感肌、痘痘肌要避开哪些产品。透明定妆类的呢，基本上是白色的透明粉，主要作用就是把脸上的黏腻感、油光、浮粉全部都按压掉。那我自己通常是用这种透明散粉来铺防晒，或者是在底妆粉饼之前使用。我是不用粉底液的，底妆粉饼之前一定要用散粉，先让脸没有那种湿湿黏黏的状态，然后你上粉饼呢，才不会和泥，才不会卡粉斑驳。我们先从平价开始吧。朱迪豆橘朵轻雾柔焦定妆粉，它是国货里面最便宜的散粉之一了，各个方面都做的没有短板，真的很好用，上脸很轻薄，不是欧美那种厚重的烘焙散粉，有轻微的柔焦力，控油也很不错，一天下来都不太脱妆，妆面还是很干净的，而且它不含滑石粉。我今天说的每一个产品我都会说到是否含滑石粉。那滑石粉呢，是现在基本上也没有石棉在里面了，但如果你是容易长闭口的痘痘肌呢，或者出油需要一天补很多次妆的这种人，我还是会优先建议你选 talc free 无滑石粉， fragrance free 无香精， non-comedogenic 不会治痘痘的这类产品。那这一款是无香精无滑石粉，很适合敏感肌，不容易致痘的，折合成每10克只要50人民币，大概7美元，是今天说的最便宜的散粉之一。Anmimi 这是韩国的 Skin Pillow 轻羽柔光散粉，这是我去年用空盒的，看我把中间的那个网都给搅开了，把它用光。这一款的妆效呢，我觉得和橘朵那很像，但是它控油会稍微更好一点，妆面也是更加亚光的。粉体呢非常的轻，真的就像烟一样，一打开好像会飞上去。要不然它名字叫什么轻羽柔光嘛，像羽毛的质感，特别适合炎热潮湿的地方，涂的量很大，你也不会觉得很闷脸厚重。透明散粉其实我更喜欢亚洲品牌做的，就更加轻薄，不会致痘，也不会有欧美散粉那种假面感。它也是 talc free fragrance free， 适合敏感肌。就这2个我觉得都是平价里面我最推荐的了。Anmimi 容量也是很不错的，有8克，折合成每10克呢大概是75块，11美金，也是很平价的了。我的卡姿兰吸油大饼子，卡姿兰黑瓷粉饼，卡姿兰这个品牌也是国货之光了，真的是好用，然后价格也不算太高，官方声称的24小时长效持久的带妆，它就更偏防水、控油、户外运动，你需要那个妆扒在脸上牢牢的不动的。像我混油皮啊，我只适合夏天用，干皮用的话你只能上在 T 区，脸颊会觉得干了。我去年回国啊，3伏天潮湿闷热的时候，我就靠它才能让我脸上的妆容不会像流白汤一样流下来。但注意，它是刚上妆的时候，不是那种贵妇的妆效啊，不是很精致的，会感觉到有一点白白的粉感，尤其如果你下手重的时候，像眼下啊，我觉得你要少涂一点。但过一会儿它就和皮肤出油之后融合的很好了。每10克的话大概是75块，11美金。我的 Club 晚安粉上次在日本又买了一盒，它的名字 Sapping Powder， Sapping 在日语里面就是素颜的意思，主打是24小时可以用的，晚上可以过夜的粉饼，说是可以不用卸妆的。但我在这里必须要纠正一下，这个粉啊，它的成分并不是很好，是又含有滑石粉又含有香料的，成分列表也很长，真的不适合敏感肌。偶尔素颜想拿它来控油是可以的，如果你是一个油皮容易长闭口的痘痘肌，我不建议你把它当护肤品去过夜使用，一定要卸妆的。它优点就是便宜大碗，今天说的里面最便宜的，它这一盒有
26克，只要大概60块人民币。我这个还是限量版美白的，还会贵一点。那换成10克的产品的话，它只要23块3美元的价格。它的缺点也是有的，它的持妆控油力就一般了，因为它本身也叫素颜粉嘛，让脸变得白净，没有那么油，白白嫩嫩的感觉。但这个价位来说，我还是很推荐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每天需要美美的、特别完妆的再出门嘛。好 ，Make Up Forever HD 散粉还有 NARS 的大白饼，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说，因为它们都是化妆师爱用的高清透明蜜粉。如果只能选一个，我一定选 NARS。NARS 透明蜜粉一直在我心里是第一名，评价没有可以替代它的。抱歉，我真的没有找到，我也不觉得会有，因为它的妆感实在太特殊了，粉质极其细腻，上脸几乎没有粉感。但却能把你的妆牢牢定住。我夏天用它，一天也不太出油。它不是那种 flat matte 死雾面的假白感，你仔细看呢，是可以看到细闪的。但那个闪是把你的底妆变得更高级，而不是说脸亮亮的感觉。成分里有角鲨烷、甘油、水解蛋白，不容易把皮肤里的水分吸干，也不会显你的纹理，不会显你的皱纹、干纹。我很推荐给熟龄肌还有偏干皮去用，但我夏天我用它也没有问题啊。我每次旅游都是带它的，因为这粉饼很好带，它压得很实，也不容易碎掉。Talc Free Fragrance Free 适合敏感肌，它一盒本身就是10克咯，容量也很大。Make Up Forever HD 散粉呢，我之前也介绍过，官方说的柔焦、镜头友好，我自己用下来。遮毛孔也没有很惊艳，控油也没有比 NARS 强，它妆效而且是没有 NARS 这么高级的，就这个滤镜感啊 ，HD 散粉是没有的，粉感比刚才这些亚洲蜜粉还要重，而且这一类 HD 散粉呢，如果你在有闪光灯的正式场合下拍照，你眼下一旦用多了会泛白，会白白的2块啊，我想你们都看过那种图片。而且它的单价如果折合成10克的话，价格比 NARS 还要贵的，大概52刀10克的价格。我最推荐的专柜蜜粉来了，就是散粉类的，便宜大碗的专柜蜜粉 Chanel 轻盈蜜粉，它特别适合中性肌肤、混油皮，妆感是这种自然的柔雾，不会说强磨皮把你的毛孔弄没，但它控油持妆力很好，刚上脸也不会像 Make Up Forever 那种白白的假面感，而且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。我选的10号，我喜欢有点提亮的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深的，你可以选20号。我是最推荐白色的这一款，不容易改变你的妆效，控油力也更强最新版是不含滑石粉的 Talc Free， 但你还是可以闻到那个香味的，香味很弱不会像我一会儿说的那个那么香到晕眩啊。然后它的价格是很有优势的，这我为什么这么推荐它？一罐有30克，今天说的容量最大的吧，每10克的价格只要20美金，哇，比很多中档价位的散粉还要便宜。像很多新品散粉呢，我一打开包装才发现只有5克，只有6克，其实他们也是在偷偷的提高定价啊。我觉得这些厂商你们是不是要反省一下？你看见 Chanel，如果你要偷偷的减少克数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把价格再降低一点呢？虽然我知道现在物价都上涨了，但做人还是要良心啊。消费者我们也是不会胡乱买账的。好，下一类就是羞涩蜜粉，它这类粉呢介于透明粉和有色蜜粉中间，它会用绿色、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这颜色去组合搭配，来中和脸上的泛红啊、暗沉、蜡黄。比如有痘痘的，你可能就需要偏绿色的去修饰你的泛红。它整体作用不是遮瑕，而是让脸看起来更干净、更统一。好，下面推荐2个，我认为是欧洲、北美一大饼，调色也是蛮像的。好，第一个我刚入的娇兰今年新版的幻彩流星蜜粉饼，哇，这个包装真的绝了，365度无死角的美，是源自18世纪法国贵族珠宝的美学设计。你可以看见它的花瓣夹在了这个鎏金的边上，握在手里就像一件珠宝。就冲这个包装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买单。我选色号是01号，上脸明显会提亮，
控油力是很好的，我一天下来基本上脸部出油，柔焦毛孔能力也不错，补妆的时候很好看。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现在打开盖子就有点受不了了。哦，为什么要做这么香？它这个香味很像我奶奶用的那种化妆品。你们用过开价的 Coty Airspun 吗？那个很大罐那个散粉那个味道，它的味道和那个相同，并且更重。而且我每次上脸，我感觉我脸上的香味可以持续高达1小时以上。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，它真的很完美。所以这点大家就自己斟酌吧。如果你是对香味敏感的或者敏感肌，我是不太推荐它的。尤其去来回的补妆啊，肯定是有刺激性的。价格是今天最贵的，一盒8.5克要75刀，10克的价格呢是88刀。火遍全网的新版纪梵希蜜粉饼，它就集合了刚才娇兰所有的优点。它4个颜色是分区的，可以中和泛红、暗沉、肤色不均，上脸是很精致的雾面的妆效。官方也写了它有12小时控油、柔焦毛孔能力。我觉得它是娇兰的低香版，就没有那么香，但各个方面都蛮像的。吸油效果也好，持妆一整天，带出去补妆也很方便。它是分层的，除了用它官配的刷子，也可以把自己的粉扑放在上面。眼下定妆也不错，不会卡干纹。我现在用的比较少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买那个色号还是偏深，还是应该买1号色，紫色、蓝色那个啊，会提亮更明显一些。如果偏粉色那个到下午会暗沉，然后妆效就不太好看了。娇兰、纪梵希我绝对是选纪梵希的，价格是和娇兰差不多，10克来换算的话大概是88美金。好，下面这个是我近期在用的倩丽毛孔隐形散粉，也是今年新品啊，我在日本买的。我当时看它包装上大字写的遮毛孔，我就很想试试。我选的是02号色，偏淡粉色，很自然的粉啊，不会让脸变得暗沉，不会发灰，是恰到好处的中和你的黄气，增加一点血色感的。官方说这个粉是球状微粒粉体，会更吸油，扒底妆扒得更牢。我是觉得它持妆能力真的不错，而且隐形毛孔的效果也有，甚至比刚才说的橘朵啊、安咪咪和那些要好。就单纯从隐形毛孔来说，粉质很轻盈亲肤，我觉得干皮油皮都会喜欢。然后它所有日系里面都会带一个粉扑的，我会把那些粉扑都收集起来，其实那些蛮好用的，但我自己还是喜欢用长直绒粉扑，我觉得定出来的妆会更牢一些。你真的要很认真的在里按压呀，你不要拿一个散粉刷啪啪啪一刷，那样是没有办法定妆的，你的油还是会跑出来。小缺点是目前第一个含有 talc 滑石粉的，没有香料啊，还有是它的价格没有你想象那么平价，因为这一罐只有4.5克，我真的用了1个月啊，现在基本上用窟窿已经到底了，很不经用。如果你核算成10克的话呢，88块，13美金。和倩丽很像，也是这种羞涩散粉，是近期入的 Tarte Chrysalis Setting Powder， 我的色号是 Lavender， 它是专门做眼下提亮校色的紫色散粉，比普通透明粉呢是更有存在感的，很适合有黑眼圈需要遮眼下。它附送这个小三角粉扑呢，也是很适合眼下这种局部的区域，细节粉扑。官方说它16小时可以持妆防汗，持妆效果是比倩丽的稍微好一点。Talc free fragrance free， 适合敏感肌。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价格不便宜啊，按10克来说它是比 NARS 还要贵的。它这一盒只有7克的容量，好在 Tarte 是经常有官网打折，比如说经常7折8折，你可以那个时候再入手。下一类就是有色粉饼，偏磨皮柔焦，帮你上了一层滤镜的感觉的。我今天说的这些是没有底妆粉饼的，它们都不能单独来遮瑕，只是让你的底妆的妆面变得更加干净，适合补妆和定妆。第一个说的这个我忘记拿了，在我的包包里，你等我拿过来。是这个 Amco Beauty， 好像是澳大利亚的品牌，看这个包装有没有像一个品牌 CT， 没错，它是完全可以替代你的 Charlotte Tilbury， 我用下来觉得几乎没有任何区别。我现在已经不买 CT 的了，
我甚至觉得这个颜色会更适合我啊。它01号比 CT 那个更偏白一些，它是很扁的那种，但是你可以放一个很薄的植绒粉扑放进去盖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的包包必备粉饼，它的妆效那种亚光柔焦，可以把早上那种干净的妆面补回来。嘴角底妆蹭掉时候嘛，会有点脱妆啊，你就拿它薄薄的压一层，妆面立马回到那种平滑平整的状态。里面也有像玫瑰提取、甜杏仁油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拔干的粉饼啊。你看我今天很少说欧美开价粉饼吧，因为他们都比较做的粉质偏粗，但这个粉体极细，是可以填补到你毛孔里的那种感觉。和 CT 一样，都是含有 talc 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把你的皮肤像磨皮了一样。它的容量也很划算哦，8克只要10刀。我会一直回购它 ，CT 我就不准备再买了。好，在这个补妆粉饼之前，我的前一个补妆粉饼用空的是 About Tone 马卡龙粉饼。About Tone 也是亚洲很火的粉饼了，没用过的一定要试一下。我当时用上就觉得惊为天人，出乎意料的好用。我每一个上妆视频几乎都说它都推烂了。你单擦呀是没有遮瑕的，不能做底妆。但是你底妆之后呢，它就是能让你的毛孔、你的纹理全部都磨掉。MCO 这个其实更适合干皮，About Tone 更适合油皮。你要夏天用啊，用它吸油，比如你中午吃完饭补一下，你可以坚持到晚上都没有问题。成分它是很典型的那种吸油粉体，像有 talc、silica、mica、damascene 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会控油填补你的纹理，不会觉得妆面很厚的路线。我跟你说，它比很多国货的一些粉饼好用太多了，比如像花西子啊、Fanny Elf 呀、校色呀，就比它们要好用太多了，价格还比它更平价。这一盒有9克哦，只要40块。那你折合成10克的话，大概只要$6的价格。YesStyle 买也是很便宜的，国内海外都很好买。好，下一个是完全的新品啊，全网第一个说的，我这个盒子还在。Ilia 的柔焦控油定妆蜜粉，他说自己可以12小时长控油。它这个粉盒做的很漂亮，一看就是 Clean Beauty 的路线。它是有压得很实的粉，不是说很飞粉的那种，有点像烘焙的样子，粉质很细。它的定位就不是那种厚重的遮瑕粉饼，而是轻薄的 finishing powder， 上脸不是雾面的，是有光泽感的。从成分看呢，前面是云母、木薯淀粉、硅石这些柔焦和吸油的粉体。我比较推荐给混合偏干肌，像它里面有角鲨烷、甘油、雪绒花、海藻提取物，控油同时呢不会卡纹，不会结块。那大油皮如果你要很强效的亚光控油的，它就不是首选了。Clean Beauty 无滑石粉，无香料，价格属于 Clean Beauty 的贵妇路线了，真的不便宜。它里面只有7克的容量，如果你折合10克的话，大概要$63了，都快赶上纪梵希。好，下一个是我最爱的，适合油皮、混油皮、夏天用的，帮你把毛孔抹平的粉饼。Number 1就这一个 Huda Beauty 新款 Easy Bake 定妆粉饼，这新版做的真的太好了，是我用过所有粉饼里面最隐形毛孔的一块，真正的滤镜粉饼。它比 NARS 更亚光，更控油。我每一次上镜之前，我都用它稍微再抹一下，就感觉皮肤很平整，不会有凹凸不平的那个质感。很厉害的是，它这么磨皮，粉质却极其轻盈。你用粉扑直接上也不会卡，因为它没有什么遮瑕力。这个粉啊，我买的是 Pound Cake， 是有色号那个，但也没有说任何粉体浮在上面，它就是单纯把你的油压掉。我每一次用它照镜子，觉得哇，怎么可以这么遮毛孔 ？Non-comedogenic, talc free, fragrance free， 适合油皮、混油皮，一天多次补妆也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。价格是和 NARS 差不多的。10克来算是45刀。好，再说一个不推荐的，是我之前说过的迪奥这个皮革粉饼，至少我买的这个有色版本啊，01号不好用。可以看到它比 Huda Beauty 这个深多少？你看这个颜色区别了吗？
这又发粉又偏深又暗沉，然后色号不是它最大问题啊，它最大问题是它的粉质上在脸上，我怎么用都卡。我用粉扑上，用刷子上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才能让它服帖。确实这个包装是美的，放在包包里好像很高级的样子啊。如果你一定要买这个包装呢，你就买它的 Radiance 白色那款就好了，千万不要买这个有色粉饼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说的嗓子都干了，唯一一个欧美开价的粉饼 L'Oreal True Match， 也是今天有色粉饼里面唯一一个带一点点遮瑕力的，但它不足以完全当底妆粉饼啊，只是说让你的妆效变得更加平整，能稍微把你脱妆的地方给补回来。对于这个价位来说，粉质是很不错的。我觉得它上脸那个妆感啊，如果你不多次补的话，妆效是不输Huda的。但你多次补的话，你会感觉哎呦，粉有点厚重了，堆的有点多了。但如果一天只补一次，它的妆效是很好看的。拿它压油，又是一个很完整平滑的底妆。成分是很经典的，用 talc 玉米淀粉去吸油， Dimethicone 让粉体更顺滑， Zinc Stearate 帮助持妆吸附油脂。所以预算不高的话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购买的粉饼，找不出什么缺点，而且我越用越喜欢，所以一直用到铁皮。好，最后这么多粉饼给大家做一个总结。如果你想要透明贴皮不破坏底妆的，就选 NARS。 如果想要大罐散粉，妆效也高级的，比较划算的，就选 Chanel。 想要平价量大用来铺防晒的，选 Mimi 或者橘朵。想要修色提亮，肤色看起来更干净的，可以看看纪梵希。平价呢，可以看倩丽。如果你眼下专门想遮黑眼圈，就去买 Tarte。 如果想要磨皮补妆，偏干皮的我推荐 MCO， 偏油皮的推荐 About Tone。 然后 Huda Beauty 是我用到最遮毛孔最磨皮的粉饼。好，以上就是17款散粉蜜粉，希望大家看得过瘾。工作量很大，我现在说到口干舌燥，需要你们的支持，需要你的订阅。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